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部长高耶尔19号透露，印度已向美提议签署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协议。这一协议将使得包括电动汽车领域在内的印度企业从美国市场获益，成为美印联手打造所谓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最新动作。那么，这一带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的动作，主要目的是什么？来看报道。 据报道，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部长高耶尔是在本月初访问美国时，向美方提议签署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协议。当时两国签署了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高耶尔当时还指出，美国和印度需要将第三国拉进合作框架，包括非洲和南美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关键矿产包括钴、铜、锂、镍和稀土，在清洁能源生产上作用关键，也是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必需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电动汽车市场呈现出较快增长趋势。2023年，印度电动汽车销量几乎翻番，预计2024年将增加66%，达到乘用车总销量的4%。到2030年，印度电动汽车预计将占印度市场的近1/3。 印度虽有心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市场，但仍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印度既缺乏对电池生产至关重要的锂、钴和镍等关键矿物的大量储备，也缺乏相应的开采和储备经验。这一现状导致印度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所需的大量矿物需求。 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包括镍、铂族金属、锂等在内的10种关键矿产的进口额达到11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产业链的锂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为此，印度政府在2023年相继出台系列政策，确保供应。6月下旬，印度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8月下旬，印度修订法律，允许为深层矿产分配勘探许可证。年底，印度矿业部又宣布鼓励关键矿业的研发活动，并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高科技解决方案，促进勘探和采矿行业。 有分析指出，印度政府的举措绝大多数是在近1年的时间内出台和实施的，体现出节奏快和频次密集2个特点，毫不掩饰其加快改善矿产资源供应现状的意图。他自己呢，国内有矿，但是呢，开发的品位也比较低，而且呢，可能在好几年之内形成不了这个商业生产。对于印度来说，它的目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它所谓的就是要去风险，要增强它自己呢，在这个关键矿产领域呢。 这样的一个自主能力，要避免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供应链中断对自身呢产生这个影响。 在加强国内勘探和开采的同时，印度也将目光转向了海外。2022年7月，印度与澳大利亚达成共识，澳方将为印度供应太空、国防工业、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车制造等行业所需的关键矿物。2024年1月，印度签订首份海外锂矿开采协议，将共同勘探开采位于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的5个盐湖卤水型锂矿。根据协议，印方将总计投资2400万美元。目前，阿根廷拥有全球已探明锂矿储量的21%，且大多数是开采成本较低的盐湖卤水型锂矿。此外，印度还考虑在智利和玻利维亚寻求关键矿产项目，以进一步扩大关键矿产的来源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与阿根廷签署的这份协议是在印度于2023年加入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达成的，旨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美印商务部在今年10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支持两国在关键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和精炼以及回收和再利用方面的商业发展。 有分析指出，这一带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而非纯商业目的的动作，可能会加剧中印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对关键矿产的海外布局形成挑战和冲击。对此，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中方一贯认为，关键矿产资源国都应该为保障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承担全球相关矿产供应的责任，确保相关经贸合作正常开展。同时，不应将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冲击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方将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他也是把这个今后呢，对这个拉美，包括呢这个非洲，这个可以说关键矿场这个富有地区呢，作为呢今后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战略方向。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呢本身呢，它在这个打造这个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同时，它呢进一步发展呢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关系，也迎合了这个美国呢在这个关键矿产这个领域呢遏制中国的这个目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缘政治也是比较明显。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就开始对国内关键矿产和原料供应链进行评估，并不断试图推动与盟友合作和加强本土加工能力。去年，日本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签署了一项类似协议。而随着美印关系升温，两国就关键矿产合作制定长期计划。外界认为，美印之间的协议虽然为印度成为制造业中心铺平道路，不过随着美国下月将举行大选，只能留待下一届美国政府来决定。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未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在推进印太战略中，印度仍将扮演关键作用。美国的对华战略，特别是美国这个两届政府提出这个印太战略，它与以往的这个对华战略有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印度的纳入其中了。这个更广的角度、更长的战线，对中国呢进行一个战略这个遏制，也可以预计呢，这个随着呢这个中美这个战略博弈的这个持续。这个印度呢会在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呢会发挥呢越来越多的作用。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两党候选人都在跑行程拉选票，尤其聚焦摇摆州。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日前现身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快餐店打临时工，以拉取工薪阶层选票。而在当天迎来60岁生日的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则在佐治亚州动员黑人选民提前投票。目前民调显示，两人选情依旧焦灼，竞争激烈。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来到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拉票。他来到费城郊外一家麦当劳连锁店，他先是系上围裙，在学习了如何炸薯条后，便上手操作了一番。随后，他来到免下车服务窗口，向司机们提供服务，并将一袋袋食物递给顾客。他向客人表示不用付款，有的顾客则大声喊口号以表支持。有消息指，当天这家麦当劳暂停营业，所以顾客都是预先挑选，并已接受安全搜查。Hello, my new baby boy. How are you? Your new baby. How are you?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So this is compliments of me, okay? All right. You go have a good time. Don't eat too much, right? I won't. You have a great day. Thank you, man. You take care. Thank you, honey.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It's cute. This is fun.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I wouldn't mind this job. I like this job. I think I might come back and do it again. 特朗普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针对对手哈里斯，后者在竞选期间曾表示自己早年曾在麦当劳打过暑期工，做过收银、炸薯条和打冰淇淋等工作。对此，特朗普攻击哈里斯称这是个谎言。Talked about the heat. It was so tough. She never worked at McDonald's. McDonald's just confirmed that again, by the way. She never worked at McDonald's. In other words, she's lying, Kamala. 在有现场记者提到当天是哈里斯的生日后，特朗普祝她生日快乐，并开玩笑说要送些薯条。It's Kamala's birthday. She's 60 years old. Yes, I would say happy birthday, Kamala. 事实上，竞选期间，哈里斯多次提及自己在麦当劳的打工经历，还有舆论称，哈里斯的麦当劳背景已成为他这次选举的一个重要话题。今年夏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不少民主党人士都在发言时提及哈里斯的这段经历，并将其作为和特朗普上层阶级背景的对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一度笑称，哈里斯将打破我在麦当劳工作时间最长的总统的记录。因此，特朗普也多次质疑哈里斯的打工经历。针对特朗普的最新攻击，哈里斯竞选团队发言人伊恩·萨姆斯批评称，这是特朗普绝望的表现。哈里斯的竞选搭档、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怼。他表示，这个家伙几十年来一直在限制工人工资，削减数百万人的加班福利，反对任何提高最低工资的努力。同样在跑行程的哈里斯，在20号佐治亚州的竞选活动中，也将矛头直接对准特朗普。哈里斯在发表演讲时，就提及有人试图在美国加深分裂、散播仇恨。What kind of country do we want to live in? A country of chaos, fear, and hate, or a country of freedom, compassion, and justice?
随着大选的临近，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再次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一直以低利率和低税收作为其经济计划要点的特朗普20号重申，如果再次当选，他会降低美国利率。当前，美国选民对目前民主党治下的高通胀普遍不满，也对哈里斯若胜选后可能采取的经济措施表示怀疑。不过，也有调查显示，美国68%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的通胀率将比哈里斯当选的情况下上升得更快。对于选情的波动，美国市场反应敏锐。由于特朗普公开支持加密货币，以至于比特币被视为所谓的特朗普交易，而哈里斯则支持为该行业制定监管框架，与拜登政府时期对该行业的打压有所区别。就在21号，比特币价格走高，逼近7万美元，大量资金流入比特币交易所挂牌基金，以及对美国监管前景的乐观情绪，都提振了比特币市场情绪。有观察指出，市场押注11月5号总统大选后，美国的加密货币规则将变得更加友好。目前，外界普遍认为此次大选结果难以预料。截至10月20号，主要民调机构认为哈里斯的全国支持率仍然高于特朗普2到4个百分点。不过，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发布的3项支持率调查显示，哈里斯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正在不断缩小。一些针对个别摇摆州的民意调查还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正在逐渐上升。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媒体和学者认为，参照2016年和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的民意调查可能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